速度能到5马赫的高超音速战机。多普战机设计解析：吉翁空军对抗联邦的力量中间，机动战士高达设定和剧情解说。第9集，起飞吧，高达。多普战机是吉翁在1年战争期间为了夺取地球制空权而专门研发的一款适合在地球大气层里作战的战斗机。跟以往在地球上服役的空军主力战斗机相比，吉翁的多普无论是在重量上还是在体积上都比较小，其仅有 5.2 吨的重量，基本相当于早期喷气式战斗机的水平。同时在造型上与主流战斗机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无论任何角度去看多普都会让人感觉到怪异。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吉翁在开发多普之前并没有开发过适用于地球大气层飞行器的经验，这就导致了吉翁在开发多普时并没有掌握相关技术的开发人员来负责开发，而现有的开发人员对空气动力学和气动设计等方面的知识比较匮乏，倘若让他们从航天领域直接跨越到航空领域去搞研发，将会遭遇到很大的障碍，影响到开发进度。因此既有的开发人员很难在较短的时间以内通过重新学习去达到开发航空飞行器所需要的技能水平要求，加上吉翁境内也没有地球环境可提供测试，使得吉翁的研发团队在研发多普时立即就陷入到了困难重重的境地。但是吉翁跟联邦军的战争范围已经延伸到了地球，连续的胜利促使了吉翁开始计划在地球上开辟新的战场。于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吉翁发起了多普战机的研发工作，以吉翁现有的研发条件去突破多普的技术难题。就这样，在计算机模拟设计的帮助下，数架多普的原型机很快就被制造了出来。然而送到地球环境进行测试的时候，结果有4架多普原型机在测试的过程中全部坠毁，其气动设计几乎没法在地球大气层中飞行。受此时吉翁地球战场的形势非常紧迫的影响，多普没有时间选择推导重新设计改进飞行性能，所以研发团队不得不采取了加大推力的方式解决，以至于所产生的推力甚至能让多普战机的最大飞行速度能到5倍音速。可以说如此飞行速度几乎是触及到了高超音速的门槛，即便多普战机在战斗中机翼受损严重，仍能继续维持飞行状态而不会直接坠毁。由此可以说多普战机可谓是力大专飞的典范。但是推力过大也给多普战机带来了另一个弊端，那就是耗能过高导致续航力低下，使得多普战机就跟被称为机场保卫者的战斗机一样，作战半径偏小，难以进行长距离的作战，非常依赖加乌级航空母机才能执行长距离的作战任务。一旦要在地面基地部署的时候，多普战机往往需要部署在前线机场才能够有效支援友军，而前线机场很容易遭到敌方的火力打击，这让多普战机在地面部署时的生存几率备受挑战。但是话说回来，多普战机总归是解决了吉翁空军装备的有无问题，让吉翁扎根在地球上作战得到了充分保障。而在武装方面，在多普机头的两侧位置各安装了一座6连装导弹发射装置，所发射的导弹威力很大，在打击敌方舰艇和基地等大型目标的效果极佳，尤其是组成编队后发起密集攻击所带来的威胁很大，即使是防护水平比较高的机动战士也很难在正面去抵挡多架多普发起的密集攻击。同时多普战机还能发射空导弹去打击敌方战机之类的目标，并且为了进一步加强火力打击能力，在多普机腹这个位置还装备有大口径的导弹，其在反舰方面具有不错的效果。像白色基地这样的大型舰船一旦被攻击命中，就有可能会因受损严重而直接失去战斗力，而剩余的武装则在同轴位置还设置有机炮，所发挥的作用除了用于与敌方战机展开空战之外，也能用于对地支援去攻击地面目标。但机炮的有效攻击距离比较短，在发起攻击时需要靠近目标，而这就让对手有机会对多普进行反击。由于多普本身也没有装甲提供防护，所以一旦对手反击得手，就很容易直接击毁，使得多普在战场上的生存几率一直处于比较低的位置。而为了尽可能提升多普的空战能力，吉翁针对多普的驾驶舱结构进行了优化，为此多普的驾驶舱增加了下视视角的窗口，以此去适应布满米诺夫斯基粒子的作战环境。这样在通过提升多普战机的视野条件后，就能让飞行员在视距范围内的战斗有更好的发挥。而其他的改进措施就是多普战机的驾驶舱座椅可以下放到地面，这样无需飞行员通过梯子攀爬就能进入到驾驶舱，其便利程度跟主流战斗机相比提升了不少。基于以上内容就可以看出，多普战机尽管是个极其不成熟的战机，但在多场战斗中还是给予了联邦军重大打击。
特别是自从白色基地进入到地球以后，卡尔马扎比率领的吉翁多普战机编队在多场战斗中就给予了白色基地巨大打击。而值得一提的是，卡尔马扎比也给自己准备了一架多普战机，也就是这一架涂装为橙色的多普战机。除了涂装颜色不一样之外，性能方面跟绿色涂装的多普没什么区别。同样，在追击联邦军白色基地的作战行动中，卡尔马扎比就有驾驶这架橙色的多普战机，率领吉翁由多个多普战机组成的编队，向联邦军的白色基地发起了进攻。由于他在出击之前，夏亚就发现了白色基地有派出巡逻机，鉴于之前白色基地并没有这样的举动，夏亚便分析出了白色基地正处于一个比较危急的状态，因而卡尔马扎比决定去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率领多普战机编队快速奔向白色基地展开进攻，企图在这场战斗就拿下联邦军的白色基地。而白色基地的情况也确实正如夏亚所预想的那样，不但粮食补给已经开始短缺，连驾驶高达的阿姆罗出现了 PTSD 的情况。当吉翁的进攻来临时，他直接就拒绝了代理舰长布莱杜诺亚的出击命令，结果使得布莱杜诺亚在愤怒之下向他甩起了耳光。但好在几个人在经过了一番拉扯之后，没有让事态朝向糟糕的地步去发展。于是在阿姆罗调整了心态之后，便立即驾驶高达出击迎战吉翁的多普战机编队。尽管卡尔马扎比打算利用高达不具备飞行能力进行周旋，但是阿姆罗很快就让他的打算落了空，直接加大后备的动力输出，从而将高达的跳跃能力发挥到极限。就这样，在反复进入到多普飞行高度的过程中，成功将吉翁的多普战机一一击毁，很快就扭转了白色基地在这场战斗中被动的局面。仅剩卡尔马扎比的多普战机没有被直接击毁，他在被砍掉了机翼后便迅速向加乌吉方向撤退。虽然途中计划抓住阿姆罗前来追击这一机会，命令了加乌吉使用光束炮攻击高达，但是夏亚早已对加乌吉通讯设备做了手脚，使得加乌吉没有收到卡尔马扎比的命令。可以看出，夏亚有意让卡尔马扎比死在高达的手上。不过卡尔马扎比最终还是很幸运逃脱了出来，在返回到加乌吉后选择撤退结束了战斗，没有让夏亚这一次算计得逞，死于非命。而此时联邦军的白色基地在战斗的最后时刻等来了联邦军总部派来的补给部队，这就让困扰白色基地许久的补给危机终于得到了化解。而这支前来支援白色基地的补给部队，其指挥官的名字正是马蒂尔达·阿贾恩。他此次前来除了提供补给和接收伤员之外，还向白色基地传达了最高指挥官雷比尔将军的命令，也就是让白色基地维持现状继续战斗下去。也就是说，联邦军当前的处境是相当的不乐观，还需要白色基地继续与吉翁战斗下去。